进入人生规划大厅后，首先看到的是谁？剧本和副本，哪些可以自己选择？3种不同副本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这里会向你展开一张人生规划的导览图，或者是游戏设定，让你了解你的人生是如何被规划和运作的。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在之前的内容中说过，出生前规划大厅或人生规划大厅是我们给起的一个名字，其真实的名字意思是库。库本身是一个多维时空在中阴界外层被意识设立出来的万维意识交汇点，是全灵界阿卡西记录资料库的检索登录界面。阿卡西一词是音译，原词来自梵语，意思是以太万维网络体系。在多维多次元中，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调阅与检索预览。灵魂带着高我的任务、自己的初心、内在的失衡、不甘与如果来到此处。三者虽然都是欲望的显化，但是层级不同。灵魂用意识步入那神圣的殿堂，就会有指导灵出现，依据灵魂的意识级别和能量等级，展现出适合其当下题材与探究的面向，并给出具体的推荐目录。在众多被推荐的可选项中，灵魂首先要依据可望了之的面向选择最贴近自己需求的题材，做出关键检索，然后具体看这些备选项中的各种历史故事都发生在哪里。每一宇宙、星域、种族、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色，不同文明等级、生理结构、繁衍方式、代谢特性、生命周期等因素都会导致意识面向的拓展侧重不同，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强度因此出现明显差异。哪怕是同一星球，20万年的跨度里，不同时代、物种、民族、国家、地区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人文理念、是非认知和信仰体系。这些变量会形成不同的后天认知扭曲，对灵魂的初心顺利达成带来注意或造成阻碍。灵魂需要考虑自身已有的习气与业力是否能够适应差异过大的挑战。要知道，某些文明的人文理念、科学观念、社会架构彼此间是截然相反的。习俗、着装、语言、技能的差异性从头学很费事，所以很多灵魂会选择同一个星球、近似的年代甚至雷同的国家地区来反复地给予关注。不过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必须如此。3种副本形式。当剧本、角色、改编、任务、能量多少、B 计划方案都确定后，就是选择3种激活模式了，分别是单人单机副本、多人局域网副本、开放性副本。当大的趋向都选择好后，最后会选择自己的性别、性格、身材、相貌、能力匹配，这些因素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剧本的难易程度和偏重的发展趋向。确立了这些细分数据选项后，副本的难易程度就确立了。如果你选择局域网副本，那你人生中身边的人物都来自于自己高我所隶属的本我团队旗下的不同灵魂小队，或者未来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属个不同时期的自己会分演在同一生中的几个不同的角色，接近完形的自己依稀记得自己演过谁，但前期的自己只知道这戏里只有自己是自己。其实所有人都是更大一个面向的不同成熟度的自己。每个灵魂认领一个角色，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贵人、冤亲。人物出生的时间有先后次序，但对于同时性的灵界来说，大家进入角色都是同时发生的，死亡退场时间却各自不同，因为在阴间被自己执念困住的时长不同。开放性副本，当灵魂决定体验开放性副本时，经历会受到更多的制约，难度也相对最大，因为开放性副本中的时代主线是不可变革的，一只能在相同故事的不同版本与频率实相的平行世界中，
利用不同的决定与自身意识频率的变化而跳线，历经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不能达成自我意识与觉知的必要升华，就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落入宿命的羁绊中，被大时代的车轮碾压。自由意识的自主性在单人副本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只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一切都随即发生转进。时代与其他人物都必须按照剧本演，而你却可以尝试所有的可能性，而因你的改变，整个剧情都跟着你变。局域网副本中，你必须要考量到对他人的助援任务，有义务和必要在那个必要的时间点上达成你必须达成的某些宿命故事，说出与干出对其他角色至关重要的事情。自由意识发挥作用的面向被一定程度的限制，而需要与主线剧情相互匹配。当然，细节随你改，结局也随你改。这里不能跳线或换频率，即使很不舒服，也要达成自己需演绎的最小人生章结束。小结：单人副本觉醒后，犹如在自己的清明梦中，你就是绝对的主角。如若不能觉醒，那就只能跟着梦走完流程，醒后反思经历的所有。局域网副本就好像一家子人打牌，你可以和大家玩得很开心，但要是自己觉得没劲了，也不能撂挑子说不完了，然后大家跟着散伙睡觉去。而且游戏规则是大家商量着定的，你可以参与意见，但不能独裁。开放性副本犹如大型食堂，人来人往，你不认识几个，窗口的菜就那些，爱吃不吃。开放时间、关闭时间都是定好的，每天的菜谱也是定好的。食堂里你可以自己吃，或与同来的朋友一起，你来了你走了，没人在意，一切照旧，并且天天如此，重复不休。10年前如此，10年后还是如此。你的收获不在于经历了什么，开创了什么，而是选择与谁互动，得到怎样的见闻。群体社交衍生出各种认知的摩擦和观点的碰撞。吃饭本身只是一个过程，现在什么菜饭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关键是人与人之间可能形成的互动关系。用自杀的方式退出任何副本，都会进入克隆单人副本重复历练，直到通关。对于灵界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所谓的对错成败，退一步海阔天空或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都是不同可能性的一种选择。但是逃学与放弃是不可以被谅解的，除非你有非常充足的利他性动机。在单人副本或局域网副本中，只有自己或少数日常的近距离接触者是被不同意识关注着的，芸芸众生的背景都是你自己帮忙脑补出来的。就好像在自己的梦中几个闺蜜聊天，或是千军万马的厮杀，一个人享受独处，还是人头涌动的大市场，其实都是你自己生化出来的背景。车水马龙，一花一草，流云风暴，大海星空，你的梦里哪样没有？哪样你在经历时会发觉那是假的？压根儿也没有真过。多人开放性副本与多人局域副本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剧情桥接，你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就是运用单人或局域副本，进入开放性空间就用多人互动副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被映射入多人副本的画面里，但并不产生真实的互动，你们彼此互为背景路人甲。这里的各种桥接还有很多种方式，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操作系统的，你其实在各个不同的虚幻影像体系中被快速地切换着，只是我们可感知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哪怕出现某些违和的纰漏，系统也会命令你无视，不形成记忆。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24期结束，谢谢观看。